嗨，大家好，我是 Julian 朱利安，我是娜塔莉亚。大家好，我是机器人伊安。今天是2021年的9月15号，是我们和孩子谈钱第11集的节目。那在这边呢，也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Happy 中秋节 Happy 中秋节。那今天我们想要介绍的主题是我觉得很开心是因为 Jessie 他提出来的一个想法他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Disney 这一家公司。那我们想先问一下 Jessie 为什么想要介绍 Disney？ 因为里面有很多好看的电影，像是漫威的复仇者联盟的黑寡妇的，还有星际大战的尤达宝宝。那我们就请 Jessie 跟 Ian 来帮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Disney 这家公司。华特迪士尼出生于1901年12月5日，从小喜欢画画，长大后在广告公司工作，学到了拍摄电影和动画基本知识。他在1923年，也就是他22岁的时候，哥哥 Walt Disney 创办了迪士尼兄弟卡通工作室，创作了《爱丽丝梦游仙境》动画系列以及新印度奥斯华系列作品。谢谢机器人伊人不过怕大家听不懂我还是简单的帮大家来翻译一下伊人介绍的是华特迪士尼也就是迪士尼公司的创办人。那他在120年前1901年的这个12月5号出生，然后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长大以后呢也在这个广告公司工作，然后学习了关于这个电影跟动画的一些拍摄的技术，然后在22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哥哥 Roy Disney 一起创办了他的这个卡通工作室，然后呢创造了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跟这个幸运兔奥斯华的系列作品。接着呢我们再请 Jessie 来帮我们继续介绍关于华特迪士尼的生平事迹。不过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幸运兔奥斯华的合约问题，迪士尼失去了这一系列作品版权。不过他并不灰心，反而因此创造出米老鼠这个角色，并且拍摄出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的动画电影《气船威力号》。1928年的11月18日，在戏院首映后也获得空前的回响，所以这一天也被定为 Mickey Mouse 的生日。迪士尼陆续创作了很多作品，更在1937年推出了第一部彩色长篇动画电影《白雪公主》，后来也开始拍摄真人演的电影故事，像是1949年拍摄的《金银岛》。迪士尼持续创作许多好看的作品，不仅获得优秀的票房，也赢得多次奥斯卡电影奖的肯定。不仅如此，在1955年，迪士尼54岁的时候，在美国加州创建了第一座迪士尼主题乐园，让迪士尼的影迷们有了一个可以身临其境的体验世界。不过很遗憾，因为迪士尼长期抽烟导致肺炎，华特迪士尼在1966年与世长辞。他一生共获得26座奥斯卡金像奖，保持了世界上最多奥斯卡奖的纪录。华特迪士尼过世后，由哥哥 Roy Disney 接任，但 Roy 也在1971年离世。后来公司经历了一阵低潮，直到13年后1984年接任的迈克艾斯纳 Michael Eisner 才重振声威。后来也在2005年接任的鲍勃艾格 Bob Iger 又跟上层楼。例如 Iger 在2006年收购皮克斯工作室，让迪士尼推出了更多令人难忘的好看电影动画，包括冰雪奇缘、Frozen、大英雄天团、Big Hero 6、脑筋急转弯、Inside Out、动物方程式、Zootopia、海洋奇缘、Moana、可可夜总会、Coco、冰雪奇缘2、Frozen 2、灵魂急转弯、Soul。哇呼！
还有他在2009年收购漫威，把钢铁人、雷神索尔、黑寡妇、复仇者联盟等一系列英雄角色也变成迪士尼王国的成员。他还在2012年收购了知名导演卢卡斯的公司，把老牌的科幻电影《星际大战》系列纳入旗下，并且重新注入新活力和新角色。虽然大家都喜欢看电影，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拍电影其实不一定能赚钱。好看的电影大家都喜欢，但万一拍出观众不喜欢的电影，有可能赔钱。换句话说，电影事业的收入其实是相对不稳定，这也是 Iger 厉害的地方。他收购漫威、星际大战这些成功的品牌后，发展出一系列的电影事迹，让大家更愿意一集一集的看下去，大幅提高了电影收入的稳定。谢谢 Jessie 的介绍，很清楚也很详细。那要观察这家公司呢，它的这些所有的营运的结果呢，我们就可以透过公司的年报跟财务报表来观察。所谓的年报呢，就是这些公司通常每一年它会有一份报告提供给股东，那告诉这些股东也就是所谓的老板让他们知道说，公司过去这一年来发生了哪些事情。那财务报表就像是公司的一个成绩单，它会记录呢这家公司过去一年来它的数字上的表现例如说它的收入有多少，然后花了哪些钱，那最后结果呢是赚钱还是赔钱。从2005年这个 Iger 上任到现在迪士尼的公司从当年的这个收入大约有320亿美金，然后呢净赚51亿，到2019年的时候已经成长到650亿的这个收入跟110亿的一个净利所以基本上成长了超过1倍这也可以看出 Iger 的成绩跟他厉害的地方。那顺带一提因为美国这些公司他们的年报都是用英文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要第一手在第一时间去学习了解这些国际的大公司他们的一个运作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学习英文就变成一种是基本而且必要的能力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非常强调要把英文这个基本的能力给学好，这样你就可以呢有机会去在第一时间了解更多这些国际的讯息。好，那2020年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所以其实迪士尼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例如说像迪士尼乐园它一度暂停营运大家没有办法去这些乐园来参与活动参与游乐，那导致迪士尼公司很罕见的很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这种亏损的情况，在2020年亏损了28亿美金。但是呢这个危机也是转机啦，因为大家都这个防疫在家所以这个在家里看电视线上娱乐的需求反而大幅提升，所以对迪士尼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带来了新的机会。所以呢说到这边呢，我想我们再带着大家来进一步了解认识一下迪士尼这么庞大的一家企业呢，那内部到底是分为哪几个部分那这些事业的单位呢，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提供哪些的产品提供哪些服务呢然后营运的状况又是如何，我想请 Jessie 呢再来帮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根据公司的年报，迪士尼目前有4大事业版图，就是4种赚钱的主要管道。2019年的收入是696亿美金，2020年因为疫情而衰退，只剩下653亿美金，其中包括第一个是 Media Network， 是电视媒体，包括所有电视节目频道的经营。2020年的营收是283亿，占43%，是迪士尼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第二个是主题公园，最主要是迪士尼乐园、饭店、邮轮等设施的经营。这部分因为疫情，在2020年的营收只有165亿，占25%，比2019年疫情发生前的262亿大幅下滑将近40%左右。第三个是 Studio Entertainment， 就是电影、舞台剧等相关的收入。这部分在2020年的营收大约69亿左右，占不到15%，
也比2019年的111亿衰退1成以上。第4个是 Directed to Consumer and International， 最后这个部分因为是这几年重新规划的，就是以2019年推出的 Disney Plus 以及原有的 ESPN 体育频道，还有 Hulu 线上影音串流为主要的收入，在2020年的收入高达169亿，占比将近快 26%， 比2019年的93亿成长超过8成，也是迪士尼事业中成长最快的地方。光是迪士尼加串流平台，目前2021年第3集就有超过1亿订阅户。根据迪士尼的预期，公司希望在2024年把迪士尼加全球订户提升至2亿户以上。如果加上 ESPN 加和 Hulu 全球订户希望达到3亿户的目标。台湾预计在11月也会上线许多复仇者联盟或星际大战的故事，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线上收看。谢谢 Jessie 跟 Ian 的介绍。那我这边呢再简单的帮大家整理一下。Disney 这家公司自从创办人华德迪士尼在将近100年前创立他的工作室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媒体公司那刚刚 Jessie 有提到，在2019年这家公司的收入呢就高达将近700亿美金那它基本上它的事业呢分为4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电视，也就是大家我们在这个电视节目上面看到的这些迪士尼的这些频道，那这个部分呢大概占了公司 43% 的收入可以说是主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主题乐园包括一些饭店啊、邮轮，但这个部分呢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呢去年到今年都是大幅的衰退。那另外一个也受到影响的就是电影电影的部分，因为大家不能到电影院去了，所以电影的这些事业的收入也受到了不少的影响。那第4个部分也是现在最具潜力的就是叫做线上的影音平台那像 Disney 本身呢，在2019年它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叫做 Disney Plus 就是可以在线上呢直接收看他们的节目。那预计呢在11月2021年的11月台湾也会上线，所以我想这个迪士尼的这个影迷们应该也都很期待除了迪士尼的影迷之外我想也有很多的这个股东或投资人也很期待因为呢一般来说这个公司的股价呢跟这个公司的营运是呈现一个正向的关系，也就是说像迪士尼去年2020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发生了亏损，那照理来说啦，这个公司的股价应该表现不会太好可能下跌的机会会比较大。但是很有趣的是那在今年2021年虽然这个迪士尼还没有完全恢复它以前的实力，但是呢它的股价却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那我想在这个部分应该也是很多投资人呢很期待这个迪士尼在影音线上串流的这个部分呢未来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我们举一个现在的这个影音串流的龙头Netflix 这家公司来讲，那像 Jessie 跟 Ian 在暑假的时候也订阅2-3个月的这个频道的节目看了很多有趣的内容。那像 Netflix 呢目前它上半年这家公司就赚了30亿的美金，然后在全球大概有2亿的这个订阅的人数然后呢目前整家公司的价值大概高达2600亿美金所以呢我想有很多的这个迪士尼的投资人也希望或者相信说以迪士尼这么丰富的内容跟资源应该是有机会来跟这个 Netflix 一较高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期待之下呢，让它的股价呢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研究投资上面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来追踪跟观察的方向。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试着用比较多的这些资料跟数据来跟大家介绍迪士尼这家公司。那对于 Jessie 跟 Ian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因为我让他们练习像这个电视主播一样要跟大家介绍这些资料。那可是有些数字可能他们本身也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在介绍的时候可能听起来呢会不是那么顺畅。那这一点呢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就是说如果你在生活中发现有一些产品有一些服务是你经常使用你很喜欢的例如说迪士尼的卡通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看，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研究看看它是不是一间上市公司，是不是一间可以值得投资的公司。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了解这家公司它的一个来龙去脉包括它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它怎么经营的它怎么样赚钱，做的是什么生意，然后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有什么做的比人家好的地方这个呢都是一个我们所谓研究这个企业经营的一个方向。所以今天呢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单元那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跟分享。顺带一提，我们投资的 SP500 ETF 来说，迪士尼的占比大约是 0.88%， 排名在前15到20之间，而 Netflix 大概是 0.69%， 排名在25名左右。也就是说，如果目前每投资1000元的话，大约会有 8.8 元是用来买迪士尼， 6.9 元买 Netflix 上面。如果你跟我们一样不确定如何判断公司未来的发展，投资指数 ETF 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哦。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访问到现在 Disney 的老板的话，你会想要问他们什么问题吗？第一个是可不可以再拍一些复仇者联盟或者是黑寡妇的电影。第二，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么多好看的电影。第三，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才能开这个公司。第四，然后未来可能会有什么电影。有机会呢，也许我们也可以再找时间再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好，那最后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要请 Jessie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冷笑话时间。你知道用2只脚走路的老鼠是什么吗？米老鼠。那用2只脚走路的鸭子呢？唐老鸭。所有的鸭子。你怎么知道答案？不公平，就把它删掉。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如果任何的想法或建议呢，都欢迎利用讯息栏的地方来和我们交流。请大家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及开启小铃铛。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有收获的话，在资讯栏的讯息栏的地方也有赞助的连结，欢迎给我们一点鼓励哦。谢谢大家，祝大家防疫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